房本没加名就成了强奸，10万块彩礼加一套房换来的，竟是3年的牢房。没错，这不是豆瓣吧主的爽文，而是真实发生在2023年山西阳高县的一起刑事案件。故事开始的挺温馨的，你听听。2023年5月1日，阳高县某酒店，席某某和吴某某，男方27岁，女方24岁。一场标准配置的世纪订婚宴隆重举行。男方穿西装，女方穿红裙，父母齐上阵，饭菜摆8道，彩礼10万，金戒指2颗，最重要的房本还会加女方的名字。这简直就是当代婚姻市场里的黄金套餐。然而，故事的转折来得比山西小米还快。仅只过了1天，5月2日，吴某某突然报警，说席某某在他们共度的婚房里对他实施了强奸。从幸福订婚到强奸指控，只用了1个晚上的时间。这到底是翻脸无情，还是房本没加名，真的会惹祸？我们一起来看看。当事人吴某某说，当晚他并不愿意发生性行为，他不断的挣扎、拒绝、反抗、哭泣，但席某某却像打了鸡血似的，坚持要完成婚前交付，无视他的抗拒，强行发生了关系。可席某某怎么看这事儿呢？他几乎用尽了恋爱脑圣经里所有的章节来辩解。我们都订婚了，外衣是我俩一起脱的，内衣是他自己脱的，他也没有明确说不啊。而且他不都是还接受彩礼了吗？在席某某的逻辑里，你收了我的10万块彩礼，你说你不愿意，那你这是跟我演呢。甚至他在电话里跟吴某某的母亲回答说，是的，对，这是面对女方母亲在通话中你强暴了我女儿的质问。网友们都看傻了，这是承认了，还是应付了，还是听不懂？而这通电话的录音也成了案件中的关键证据之一。这案件最魔幻的地方来了，司法鉴定报告。你听完能坐得住，算我输。吴某某的体内没有发现席某某的精液，吴某某的处女膜没有破裂，但房间的床单上发现了席某某的精斑，还存在着双方混合的 DNA。吴某某的身上有明确的抵抗痕迹，抓痕嘛，就是。所以这个证据链有点像什么？像一出现实版的推理小说。现场有痕迹，但没有确凿设计；有抗拒，但不能确认是否同意；有性交行为，但不能确认是否违背意志。这下争议爆发了。男网友代表观点，所以说，与其要花10万块钱加一套房，结果他事后后悔了，就能告你强奸，那我是不是应该只花500块找个小姐，至少不用坐3年牢吧？这种愤怒并不罕见，甚至有不少男网友表示，这就是赤裸裸的性勒索，这是把男人当提款机，用完就踹。司法站在女人那边，我们的权利谁来保障？强奸定义变成了你早晨醒来后悔了，那你昨天晚上就是被强奸了。甚至还有更毒的评论，早知道结婚这么危险，还不如打游戏。女性网友代表观点，
就算我昨晚同意了，今天我醒来不想，我就可以说不同意。你昨天的通行证今天就失效了。他们认为订婚不是性交易，婚房不是性许可，就算收了彩礼，也不等于把身体卖给你。女性有权说不，无论什么时候。就算是夫妻，强奸也可能成立。在他们看来，席某某的问题在于不尊重当下的拒绝和抗拒，而不是合同精神是否成立。在一审和二审的过程中，法院都认为吴某某在案发当晚持续明确表示拒绝。法医鉴定发现他确实有抓痕和挣扎行为。电话录音中，席某某默认了强暴的指控。尽管处女膜没破，没有精液，但结合床单的 DNA、视频监控和录音，证据已构成性行为加非自愿。于是，法院判处席某某3年有期徒刑，强奸罪成立。审判长还在媒体采访中强调了一句话：订婚不是豁免同意的理由，性行为是否合意才是判断的关键。换句话说，你彩礼给的再多，房产再多加几套，没有明确同意都不行。我们来梳理一下这起案件真正令人后背发凉的地方。一、性同意标准模糊不清，很多男性并不清楚，沉默不代表同意，订婚不代表合法性交授权，曾经同意也能反悔。物化女性意识仍然强烈，从花钱买同意到你收了彩礼就要配合，把婚姻变成了明码标价的性交易。3. 女性的权利的尴尬处境。如果吴某某没有报警，那他就是心甘情愿；如果他报警了，就成了婚闹女主角。4. 司法在性别争议中如履薄冰，法院敢判，社会却不敢认。有网友说，下次谁还敢结婚呢？各位朋友，你怎么看？强奸还是误会，还是制度性悲剧？这个案子没有完美的结局。席某某坐了3年牢，不少男网友为他鸣不平。吴某某被网暴得更惨，被骂天下没有男人敢娶她。而法院在保护女性和证据理性之间艰难地走了一步。但我们每个人都要重新思考一个问题：性同意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它不是签过婚前协议，不是你进了婚房，更不是你喊不出声就是默认。它是当下明确的、自由的、可随时撤回的“我愿意”。一套房子值多少钱？10万彩礼算不上婚姻的门票。你可以拥有爱情、承诺、订婚仪式，甚至房本加名，但如果忽略了他那一句“我不愿意”，那你拥有的不过是自己的幻想。这不是强迫，这叫交易；这不是误会，这叫犯罪；这不是情感纠纷，这叫法律边界。在婚姻与性之间，不是花了钱就能通关。真正的性同意永远不是一句“你不拒绝我就行”，而是你现在清醒，并且明确地说“我愿意”。当然，事后不愿意依然还存在。如果你觉得这个故事很难判断，那恭喜你，你不是键盘侠，你是一个愿意思考现实的人。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这案子你怎么看？我是趣味不正经，我们下期见。